这些年我们经常听人说要爱自己，然而大多数人都不理解什么是爱自己，很想知道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自己。很多人都是沉浸在行为层面的爱自己，吃顿好吃的，买件贵一点的衣服，到哪里去旅行。当然这些也没有错，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这些行为来满足自己，爱自己，但是它只是很浅层的，不究竟的。真正的爱自己的核心是，先要学会自我接纳。那接纳什么呢？去接纳那个我最讨厌的那一部分自己。我们每个人的内在其实天然分裂成2个部分，甚至几个部分。一个部分是我们的优点，是我们的光明面，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的黑暗，我们的缺点和阴暗面。比如你身体上所有的疾病，所有的痛苦和不舒服，接纳你的失败，接纳你曾经爱过不该爱的人。究竟真理不是教导我们不要犯错，而是对于错无有执着。既有因缘在此，必有能量纠缠，唯有接纳才能化解一切。我们要用光明面，所有的爱和光去照耀它，温暖它，滋养它，把那个内在被我们排斥的一部分接纳回来，成为整合的一部分。这个才是真正的爱自己，而不是一个自卑的人，天天通过控制、折磨别人获得一些成就感，通过委屈自己、迎合他人获得所谓的安全感。这些都不是爱自己。一个内心缺爱的人，他会有这3个特征。第一，他一定会非常的高敏感，他很会察言观色。有一个东西叫做情绪雷达，他能够很快地感知到周围人的情绪。我告诉你，特别是这种负面情绪，在细微的负面情绪他都能感觉出来。而且缺爱的人，他会表现得很善解人意，甚至是不惜讨好去迎合别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会觉得没有人会无条件的真实的爱自己，所以说他会想，我要维持一段关系，那我就必须付出努力让对方开心，我必须得感知他人的情绪，要看他脸色，这样我才能生存下来，这样我才值得被爱。第二个就是缺爱的人会非常的害怕冲突。一个缺爱的人，他的内心常常充满了一种恐惧感，他没有办法正确的去面对他人的情绪。因为你要知道，对他们来说，冲突就是一个破坏，情绪就是一个伤害。他们害怕对方的情绪冲自己来，就是怕直面冲突伤害到对方，或者是被人厌恶，破坏关系。特别是在亲密关系里边，一旦伴侣表现出一点点的生气，一点点的不耐烦，他就会下意识地觉得，他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他是不是要跟我分手？或者直接的就在心里边有一个被抛弃的这么一个预设，他自己会先提出分手，或者是要么就回避起来。第三个就是缺爱的人都有一点完美主义。为什么？就是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的，而且
他们会过度苛刻地苛求自己，也无法忍受不完美的自己。做任何事儿他都要尽善尽美，在别人眼里边的小错误，在他们眼里边很有可能就是这种毁灭性的打击，因为他们的自我容错空间很小，很容易把一些事给灾难化，经常因为一点点的不足，全盘都会否定自己。这就是因为一个内心缺爱的人，他的自我价值感是很低的。在他们看来，如果说我不是完美的，我是有瑕疵的，那我就不会被这世间爱着，我就是不受欢迎的，我就是不受允许的，我的生存空间就会很小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缺爱的人他只能绝对化地要求自己，他不敢不好。最后一个特点，从小缺爱的人，其实他谁也不爱。一个越是自卑缺爱的人，他就越难真正的去爱别人。你要知道，一般这种人，就是谁陪在他身边的时候，他就会爱谁。如果是那个人走了，虽然他也会伤心，也会难过，但是一旦他身边出现新的人陪，他很快就会忘记了这种伤痛。表面上看他好像谁都爱，但本质上其实他谁也不爱，他只是每天都想着要人陪他聊天，分享日常，难受的时候可以有个人照顾，孤独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。所以归根结底，他只是极度的缺爱和缺乏安全感，只是想要被爱，而他爱不上任何人，也恐惧爱上任何人。因为缺爱者，他的爱是被动的，是来者不拒的，只要被人喜欢，被人欣赏，被人宠爱，就特别容易沦陷。所以多数情况下，缺爱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在爱别人，而是在享受被爱的过程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其实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当你强大到你根本不需要别人爱你的时候，你才恰恰会得到别人对你的爱。所以我们要去接纳客观、过去和自我，我们要跟自己建立更好的关系。所以说，你要知道，爱自己才是一个终身浪漫的开始。当我们愿意去做这个自我整合的功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内在不够好的这部分说，我现在愿意爱你，我看见你所受到的苦，我看见了你承担了那么多的缺点和弱点，但是现在我愿意把我的爱带给你，我愿意100%地接受你。我曾经批判过你，否定过你，但是现在是时候让我们两个回归合一了。这个自我接纳和整合的信念和过程，才是爱自己的核心。当你真正完成这一步，当你把所有的内在的自我攻击、内在对自己的不满和挑剔都放下以后，你会真正的进入一种全然放松、平静和喜悦。你不会躺平，你会很开心的去度过每一天，你会主动去改变，去进取，但是不再是出于焦虑、出于恐惧，而是出于一种喜悦和热爱去做一件事。一定要去实现这个内在的伟大的反转，因为这就是你真正的命运反转的开始。真正得爱自己，
是带自己走出轮回。其实发这个影片出来，我还挺犹豫的。有些东西太早知道未必是好事，但既然你刷到了，说不定就是上天在给你投递一些重要信息。所以不管能不能听懂，不妨先好好听听。首先，第一重轮回叫冥印，让我们先忘记自己的身份。作为人的身份，先把自己当成一个程序。在我们刚生下来的时候，这道程序是空的。接着你在这个世界听到的每句话，见到的每个人，所过的每一天，都会被作为信息储存下来。它们会形成一套代码，自动运行出你接下来的思想和行为。如果你了解佛学，可能会称它为阿赖耶识，但我想用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表达。时间不是点状的，你要意识到，此时此刻是你人生过去那一整条路所投射成的一个点。正在此刻的我们要能看到投影源。所以什么叫投影源？我举个例子，比如有些人他就喜欢虐恋，喜欢那种爱而不得的拉扯感。一段感情如果特别健康、正向、稳定、安全，他反而觉得没意思了。所以这种心态的投影源是什么呢？是他小时候从来没得到过父母无条件的爱，他一直被忽视、被打压，所以在他的认知当中，爱一定伴随着痛苦，一定伴随着过山车般的情绪体验。所以他接下来的人生都会去寻找这种熟悉的体验，会去主动寻找痛苦，哪怕他遇到了真爱，遇到了幸福，他也会扔掉的，因为他没见过，压根儿就不认识。这个就叫冥印，就叫轮回。听着很可怕，但其实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。先去做好人，做好事。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？为什么做好人就是在爱自己呢？为什么做个好人就能带自己走出轮回呢？让我们回到刚才的设定，如果命运是个程序系统，那你要给它喂什么数据？是垃圾数据还是美好的数据？要知道，你喂的每个数据都在改写自己的底层系统。而做好人、做好事，就是在给他喂正向数据，积累美好感受。那些感受会被永远储存在你身体里，下一次再遇到美好的东西，它就会被唤醒。否则你别说抓住它了，你都识别不了它，没见过就不认识。关注我比较久的同修应该知道，其实我所有视频都在讲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做个好人，做个真善美的人。足够聪明的朋友可能已经意识到了，这完全不是出于道德选择，而是更加利己的选择，更加爱自己的选择。其实第二重轮回叫因果，但其实人类所谓的因果根本就不存在。抛下因果律，非线性看人生才是觉醒的第一步。怎么理解呢？请你先好好想想，人的逻辑思维是不是非常局限的？你能想到的因果只是基于你当下的认知水平做出的简单判断。从A到 B 不一定是个直线的箭头，
它中间可能还有非常多你看不到的复杂曲线。讲2个小故事吧。一个出自庄子，说有个人有一天找相面先生给他的几个儿子相面，相面先生断言他其中有个儿子是能够吃到君王的酒肉的命，那是多好的命啊，换成咱肯定高兴坏了。但这个事情后续真实的发展却是，这个儿子在外出的时候遇到劫匪，被抢了财物，还被砍了腿，最后被卖给齐国的渠公为奴，也算吃到了君王的酒肉，但却完全不是我们想的那样。再讲一个禅宗小故事。以前有个叫百丈怀海的禅师非常厉害，他每天讲法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下面听，其中有个面相长得很像狐狸的老头天天来，而且别人都走了，他也不走。终于有一天，百丈怀海上前问他有什么指教吗？只见这个老头向他深深鞠了一个躬，慢慢说道：500世前，我也是个禅师，直到有天有人问我，大修行人还会落于因果吗？我的回答是，不落因果，但就因为我的这句妄语，我受到了惩罚，堕为野狐之命，如今已经500世了，不得解脱。所以我想请教您，我到底错在哪里？百丈怀海听完就改了一个字，不是不落因果，而是不昧因果。老头恍然大悟，高兴地跪下来拜谢，我终于解脱了，希望明天您能到后山山洞为我火化这具身体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果真在后山看到一只野狐死在地上，这就是非常著名的禅宗公案。不昧的意思就是不执着，不在乎，凡事不用因为所以的认知来框定自己，不追问为什么，为什么会分手，为什么他不爱我，为什么父母不爱我，这样的想法都是在自我诅咒，都是在为痛苦支付利息。就像一个已经逃生的人，非要回头冲进大火里去拿钱财，执着才是最苦的轮回。在我看来，一个人对自己最好的爱，就是让自己放下执着，接受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心皆不可得，接受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接受这一切都是流动变化的，接受所有都是假的，但我依然可以借假修真，可以安住当下，永远像第一次那样新鲜，像孩子那样纯粹。这其实就是前面说的接纳自我。接纳自我的人能够自发地接受，接纳他人和世界本来的样子。这个本来的样子就是现实，它不是你所经历过的过去的现实，也不是你所想象的未来的现实，更不是别人经历过的现实。现实就是当下所发生的，所经历的人和事的总和，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接纳自我的人在各个方面都不会排斥自己，他们允许自己不够优秀，也愿意给自己成长的时间和耐心。他们不会因为接纳自己而停止成长，反而会因为接纳自己更有动力成为自己。
接纳自我的人很少受到情绪的影响，也很少受到过时的经验的影响。接纳自我的人很少会产生内在矛盾，他们不会长期陷入情绪内耗之中。接纳自我不是自暴自弃，而是理性的、客观的、积极的看待自我。接纳自我不是自我崇拜，不会因为自己的优点而感到骄傲，也不会因为自己的缺点而感到自卑。接纳自我的人不受他人评价的影响，他们有自己的价值体系，所以接纳自我的程度成为个体心理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尺。从心理角度来说，接纳自我一共有5层境界，下面给大家一一分析，看看你现在处于哪一层。第1层，接纳被人认可的部分。接纳自我的第1层境界是接纳被人认可的部分。受到身边重要人物关系的影响，个体会不自觉地以别人的期待为标准，认为能够赢得别人认可的行为方式就是正确的、有价值的，认为不被认可的行为方式就是错误的、无价值的。其结果就是个体总是在迎合别人的期望，却没有发展出独立的人格。处于第1层境界的人常常陷入迷茫之中，因为他们缺乏对自我的认知能力，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，在长期迎合他人的过程中，让他们觉得疲惫不堪。第2层，接纳被自己认可的部分。接纳自我的第2层境界是接纳被自己认可的部分。这个阶段的个体意识到，全然的迎合他人就会迷失自我，陷入困境中的他们产生了逆反心理。为了迫切找回自我，他们全然不在乎别人是否认可与接纳，只以自己的价值观为评判标准。他们一定程度上接纳了自我，却只能够接纳他们认可的部分。处于这一层境界的人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格，往往给自己制定过高的标准，导致陷入自我的迷失之中。他们对自我要求越严格，越难以接受不符合认知的部分，这让他们感到痛苦。第3层，接纳被自己认可和被他人认可的部分。只接纳别人认可的人会觉得缺乏自我存在感，只能接纳被自我认可部分的人会觉得痛苦。两者折中形成了第3境界的人。接纳被自己认可和被他人认可的部分。处于这一境界的人意识到自己不会被所有人认可，这不代表自己没有价值。他们将自己的价值观融入到人格体系中，结合别人的期待，形成了一种既能满足别人又能满足自己的状态。他们会朝着自己认为对的，并且也能够符合别人期待的方向努力。他们的上进心很强，内在的动力十足，驱使他们追求梦想。第4层，接纳自己认可的部分，以及他人认可与不认可的部分。处在第4层境界的人开始意识到接纳不被别人认可的部分。在之前的3层境界中都是全然的有条件接纳，
也就是当自己的行为符合自己的价值，符合他人的价值条件下，才会觉得满意、认可的状态。处在第4层境界的人，较少地受到别人评价的影响，他们能够做到宠辱不惊，别人夸赞自己也能接受，别人批评自己也不会放在心上。他们对自己有了基本的认识，只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，就会坚持做下去。与第2层境界相比，处在第4层境界的人对自我的接纳程度更高，更符合成熟的一面。第5层，接纳自己认可和不认可的部分，也接纳别人认可和不认可的部分。处在第5层境界的人，也可以称之为无条件接纳自我的人。他们不会因为自身的优点和缺点而感到骄傲或者自卑，他们看待事物更加理性和客观，他们能够接受真实的自己，不会因为自身的缺点而感到困扰。他们对现实的理解更加客观，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看待自己的需求和愿望，不会对自己提出过高的要求，也不会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。他们全然地接纳自己的智慧、形象、信念、价值观、生活目的以及周围的朋友。他们不会嫌弃别人不够优秀，也不会嫌弃现实给自己带来的阻碍。总而言之，人的成长方向就是要全然地接纳自我，了解自己所处的境界，就能够意识到自己应该如何发展了。当你全然地爱自己，爱会自动满溢而出。我愿意看到充满爱和滋养的你，而不是自我牺牲的你。一流的爱是首先让自己成为爱本身，成为爱的源头，然后源源不断地把爱传递给周围每一个人，让所有人都充满爱，最终成为爱的合一。这就是无条件的爱。你只有通过帮助自己，才能有效地帮助他人。很多人认为自己并不值得拥有，没必要对自己好，认为其他人比自己重要多了，没有人比你更重要了，你才是自己生活的源头。当你没有爱的时候，你是匮乏的、空虚的，就像一个空空如也的杯子，什么也给不了。你就算给别人爱也给不出去，因为那都是源于头脑，源于假我，那里不存在爱，都是幻想。你们要关注在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上面，当你开心，你的杯子就会被宇宙注满爱，满溢而出，你就会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开始帮助别人了。你所有的家人都会变得开心，你的同事也会变得开心，你周围的所有人都会变得开心。你们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自己身上，我向你们保证，你们周围的每一个人都会爱上你，因为那样的话他们也就开心了，并且你对他们做什么都是出发于无条件的爱，你不会感觉到怨恨，你会觉得轻而易举，你对此会感觉很好。你要开始让自己开心，从现在开始，只有自爱的人才能吸引爱，传递爱。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，
而这个过程就是在传递无条件的爱，牺牲你自己来满足我的需要，那并不能让我幸福快乐。孩子都是明镜，清晰地映照了父母的言行。你只有爱自己了，你才能把这份爱传递给孩子，孩子才会反过来爱你。你尊重自己了，孩子也才会尊重你，听从你的教导，因为他渴望变成像你一样受人尊敬的人。尊重你，不是因为你付出，而是因为你精彩。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学会爱自己，爱自己是我们一生要学会的修行。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，就没人会爱你。爱自己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。一个人如果学不会爱自己，就没人会好好爱你。不管别人对你是什么态度，你要学会的是好好爱自己，肯定自己。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信，不肯定，自我否定，自然别人也不会高看你。相信你，只有爱自己，坚信自我，坚持认为对的，才是最好的方式。你越是爱自己，别人越会懂得尊重你，信任你。爱自己就是接纳一个真实的自己。一个人只有正视自己，才能看清自己，才会爱自己。只有学会去接受不完美的自己，才是真正的爱自己。接受自己才是新的开始。如果爱自己也是分层次的，它可以分为7层，看看你在哪一层。第1层，照顾自己。你是否还在敷衍地对待生活？卓别林在诗中写道，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，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戒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是爱自己的基础。这个世界上唯有自己能给自己永久的陪伴。第2层，接纳自己。第3层，取悦自己。不卑不亢，不迁不就，向着自己喜欢的一切靠近，是一种对自己全然的爱。不管任何时候，一定要喜欢自己，喜欢到自己身上开满了花。在取悦自己这件事上不遗余力，是爱自己的第3个层次。不要因别人的偏见放弃自己的喜好，也不要为别人的期待牺牲自己的热爱。第4层，丰富自己。可以刷几个小时的无聊短视频，却没有兴趣看完一节对自己有价值的公开课。人这一生最可怕的是肉体健在，灵魂荒芜。低配物质，高配灵魂，才是一个人最清醒的活法。一个人对外在的要求越低，对内在的要求就会越高。爱自己的第4个层次，是不任由自己被生活的洪流淹没，而是随着时间流逝，不断遇见新的自己。无论到了什么年纪，都不要在岁月中虚度光阴，过最简单的物质生活，做最丰富的精神思考，告别无知与浅薄，用智慧和格局武装自己。第5层，觉察情绪。生活的难题，感情的失意，
前途的迷茫，家庭的矛盾，情绪上的垃圾不及时清理，就会逐渐堆积，直至满意。爱自己的第5个层次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。当你感觉难过时，不必强颜欢笑，你可以消沉，可以流泪，可以无所事事，可以睡个昏天暗地，但请你时刻提醒自己，是你的情绪走入了死胡同，而不是人生走进了死胡同。情绪总会过去，伤口总会痊愈。当你对自己失望时，不用刻意回避，告诉自己，不是我不努力才把人生搞成了这样，而是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我的人生才有现在这个样子。没有过不去的绝境，只有不肯变好的心境。允许自己的情绪流动，允许一切发生，才是面对生活最好的姿态。第6层，释怀遗憾。一想起人生中遗憾的事，梅花便落满了南山。缺憾本是一种人生常态，生命漫长，我们总会有注定错过的人，有无能为力的事。从容看待聚散得失，笑着让爱恨随意，是爱自己的第6个层次。胜故欣然，败亦欢喜。人生所有经历都是一种阅历，世间所有得失最终都有转圜。第7层，拥抱伤痛。人生实难，谁都不可避免地经历大大小小的挫折。有人捂着伤口，凄凄爱爱，不停反刍痛苦，潦倒一生。也有人试着拥抱伤痛，让伤痕开出美丽的花。人生本就是高低不平，福祸难料，你可能顺遂，也可能坎坷。你会被人爱，就会被人欺。有人奔向你，就有人离开你。书要向后翻，人要向前看。原谅别人的过错，才能解脱自己的心。在时间的长河里，伤口都会被时间治愈，不再反刍痛苦，不再自我伤害，才是真正的自爱。等着别人来爱你，不如自己努力爱自己。当你依靠别人，世界的中心在他处；当你用心爱自己，世界的中心才是自己。学会爱自己，然后过好这一生。学会爱自己，对自己负责，肯定自己，接受完整的自己。你只有做到这一点，你身边的人才会好好爱你。如果说你连自己都不爱的话，自然你身边的人也不会爱你。任何时候，爱自己才是最浪漫的开始。好好爱自己，让一切变得不同。不讨好他人，不取悦世界，不纠结过往，不空等明天。被爱是福分，自爱是本分。当你心怀大爱，你会发现生活的美好无处不在。那些曾经的困苦与挫折都化作了你前行的动力。崇高并非遥不可及的理想，而是源于内心的善良与真挚。当你用大爱去拥抱生活，用真诚去对待他人，崇高便会如影随形，
让我们用大爱去化解世间的冷漠，用真诚去抚平生活的创伤，让我们的心灵成为一片沃土，滋养出崇高的花朵。只要心存大爱，崇高就会追随你，成为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伴侣。生活或许不尽如人意，但只要我们心怀大爱，便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。只有通过帮助自己，才能真正帮助他人。爱自己是真正爱世界的开始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一句我非常非常爱自己，我爱我现在的样子。请慢慢的深情的默念，让爱回流。愿你的眼中有光，心中有爱，生命活成天籁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